我叶青芷的未婚夫，谁敢无礼？叶氏总裁叶青芷携价值10亿现金求嫁沈先生。叶氏总裁叶青芷携价值100亿黄金求嫁沈先生。叶氏总裁叶青芷携1000亿资产求嫁沈先生。你穿什么衣服我都见过，唯独是婚纱，这婚房。你别说，这感觉还真不一样。讨厌，志成哥哥花样就是多。婚礼前夕和好兄弟的心。兄弟，老子只是看中他的商业天赋，否则他配跟我称兄道弟。再说，对待兄弟，我的方式就是先干为敬。不行，你怎么这么坏？我好喜欢，只是可惜了那个甜口。一直以为是我救的他，对我死心塌地的。别提那春狗了，春宵一刻，咱们继续。咱们换个地方。绝对狗男女！哎呀，我和志成玩玩怎么了？你一个孤儿，要钱没钱，要背景没背景的，你以为我会看上你？还得寸进尺的管东管西，信不信明天这婚我不结了，让你一个底层贱民打一辈子光棍？底层贱民，没有我，你能从没落家族变成世纪豪门？要不是我，你早死于车祸了。这些都是你欠我的，要不然，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踏入我们李家的大门？舔我，做梦去吧！听到了吗？珊珊肯嫁给你，你就该烧高香了，少在这唧唧歪歪的，赶紧闭上你的臭嘴，收起你那可怜的自尊心。明天你就好好当你的新郎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真是坏了人性质。志成，我们走，换个地方继续。好搞，我等到。我们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万一失去他这条天口，说实话，他用的还挺舒服的。怕什么？有玉天集团支持，有没有他，我们的家族都是豪门之首。等明天结婚了，我们就到时候3000万的巨额赔偿就是我们的。一条贱民能换3000万，他还挺物有所值嘛。当然。走，咱俩继续。沈先生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庆芷，这么晚了，找我还有什么事情？明天你就要结婚了，这是玉华轩的别墅，当做我的贺礼。婚礼我就不去了，祝你新婚快乐。我走了。
祝你幸福。慢点，我明天结婚，缺个新娘，你愿不愿意做我新娘？我明天结婚，缺个新娘，你愿不愿意做我新娘？什么？我新娘？明天上午10点，云上阁109号宴会厅，我等你。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和你结婚，明天我俩举行婚礼？你愿意吗？没有你的资助和扶持，我一个被父母遗弃在孤儿院的孩子，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。3年前，李珊珊顶替了我陪在你身边，但我不在乎，只要你开心、幸福就够了。但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就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明天我一定带着丰厚的嫁妆，风风光光的嫁给你。我现在就回去准备。沈丽，帮我查一件事情。boss， 查什么？沈丽，帮我查一件事情。boss， 查什么？当年的那场车祸。车祸？3年前我刹车失灵，车祸后双眼失明，揭开眼睛纱布，看见的是李珊珊。我一直以为救我的是她，如今看来没那么简单。这件事情有内幕。对，就是那场车祸。李珊珊和吴志成搞在一起了，车祸的事情不得不令我多想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敢？若不是您，李家和吴家早就破产了。您前不久还给他们一个100亿大单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？这是狼心土肺。另外，安排人跟踪李珊珊，拍下她和吴志成在一起的视频。明天的婚礼，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，让他们成为家喻户晓的东族明星。这个惊喜，李珊珊，你期待吗？是 boss， 我马上安排。我保证，明天的婚礼会让你们永生难忘。青芷，你真的要嫁给那个1穷2白的穷小子吗？他怎么配得上你啊？就是啊，你可是心里……我非他不嫁，谁也不能改变我的决定。各位亲朋好友，今日我们欢聚一堂，共同见证新郎沈玉、新娘李珊珊的爱情故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新郎登场。下面有请新娘上台。在婚礼开始前，我就听说是新娘救了新郎，这才使得2人喜结连理，相识相知。相信各位跟我一样，都非常好奇这对新人的爱情故事吧？请。没错，当初就是我，不顾自身安危，将他从即将爆炸的车里救了出来，然后在医院里悉心照顾了2个月，直至他的眼睛重见光明。现在又不顾他身份低微，以千金之躯下嫁，我可真是一个美丽、宽容又善良的女人。多么感人至深的故事，新郎真是好福气。我相信有了这段经历，他们的感情才会更加深厚，更加坚定。3年前，真的是你救了我？不是我还能是谁？也就只有我不嫌弃你是个底层人，不仅愿意救你，还愿意嫁给你，你还真是可分，冒青烟了呢。我们赶紧来宣誓吧。沈玉先生，
你是否愿意接纳面前这位李珊珊小姐为你的合法妻子？无论贫穷富贵，无论健康疾病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你都愿意与她携手共进，白头偕老呢？我不愿意。好呢，什么意思？我要退婚。我要退婚。什么？我去，退婚？他居然要退婚？这不是婚礼现场吗？怎么突然退婚？什么退婚？沈玉，你脑袋被门夹了是不是？你个底层人，没爹没妈，我女儿肯嫁给你，那是给了你天大的脸了，你居然还敢退婚啊！呸！他屈尊于我，你知道他干了什么龌龊的事情吗？要不要我说给你听听？沈玉，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！我女儿肯屈尊嫁给你这个底层人，你就该烧高香感恩戴德，还敢在这儿污蔑她！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个交代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我污蔑他，让他自己说。够了，沈玉，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你要这样闹是吧？这婚不结也罢，像你这样的底层垃圾我还看不上呢，给我滚！底层垃圾，你让我滚！你能有今天的风光，哪一点不是靠我沈玉？是有你这种底层垃圾，接受和效忠血统高贵的赌，对你来说是多么大的荣誉，更何况是像我这样的千金大小姐，还能粉饰你劣质的基因呢？让你失望了，还真有人愿意嫁给我。像你这种自诩高贵，实则低俗不堪的人，我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各位，今天的新娘另有其人，我要为她举办一场盛世婚礼。至于你们，可以滚了。沈月，你是疯了不成？除了我们家珊珊，谁愿意嫁给你？好，你这种底层垃圾要这样闹是吧？那你别后悔。志晨，上来吧。什么？今天我就要换新郎。亲爱的，我现在就踹了沈月，让你来做这个新郎。早该如此了，他这种社会底层的臭虫也配？只有我们这种拥有高贵血统的人才是天子的。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高人场面啊！新郎当众退婚，新娘要换新郎，这才是大戏频出，反转不断。哇，这么刺激啊！珊珊，你们这是？妈，你不是一直嫌弃沈玉是个底层垃圾吗？志成事业有成，身份高贵，我踹了沈玉嫁给志成，不好吗？嫁给吴志成？吴志成不是沈玉最好的兄弟吗？而且吴志成的公司不是还要靠沈玉给他出谋划策吗？宋毅，我刚刚拿下玉天集团的100亿订单，现在就算没有沈玉，我的公司一样会飞黄腾达。他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，现在的他就是街边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。你拿下了玉天集团的100亿订单，你知不知道我就是玉天集团？你就是一个废物，你根本不配和我们站在一起。志成这么优秀，而你呢？窝囊废！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我是窝囊废。你们要是知道我真实身份，绝对会抢着下跪给我道歉。真实身份还对你下跪求饶？沈月，你几斤几两？我还不清楚，你这是在做白日梦呢。这真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沈月，现在咱俩兄弟一场，你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，边磕边说我是废物。哎，这样啊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来我的公司当个保洁，赏你口饭吃。磕头？你也配？保洁的位置自己留着吧，因为只有地上爬的东西才知道怎么舔干净。沈月，你别不识抬举，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哪来的臭端盘子，过去给端你盘子去！你这样也太没有人性了。我们没有人性，一个主持人在这指指点点，一个社会底层臭虫也配懂我们这种高贵人群的说话和做事方式啊？有钱还有什么人性啊？我可是李家大小姐，长得漂亮又有钱，追我的人可以绕地球3圈。
我找个更好的，不是理所当然吗？凭什么要守着一个底层垃圾？你这么为他说话，你喜欢他呀？那你俩在一起呗，底层配底层，绝配呀！你们还是人吗？当初李氏吴氏集团濒临破产，是沈先生力挽狂澜，拯救你们于水火之中。可你不报恩就算了，居然还和他勾到一起，背叛沈先生，你们简直禽兽不如！够了！我们的起点就是他的终点，要不是我们为他搭建平台，他能有这本事吗？就算没有他沈玉，我们的公司一样能起死回生。你被交股会做事，你个底层人少在这里说废话。你要是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还会在这里当主持人？最起码我做人有良心，我挣的钱都是干净的，我问心无愧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还想不想在这干了？得罪了吴先生，可是你担待得起的。行了行了，我的良心被狗吃了。这样，你问一下所有人，是会选一个一无所有的社会垃圾，还是我这个公司即将上市、价值上亿的老板？对啊，那就让大家选啊！我就看看，他们是会选帅气多金的吴先生，还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底层垃圾？到底谁才配做我的新郎？如果我是本场婚礼的新郎，我会给在场所有嘉宾一人一份价值10万的伴手礼。什么？价值10万的伴手礼？这是毫无人性啊！这是大手笔呀！吴总大气，这才是真豪门。各位，选吧。吴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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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选吴先生。吴先生，您和李小姐简直就是金童玉女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沈玉，你看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在场各位还是很有眼光的，除了一颗老鼠屎，沈玉现在就像一个小丑。哎呀，我们李家的女婿啊，就该是志成这样优秀的人，这才叫门当户对。至于沈玉，你就是个出身不好、无父无母的社会渣子。无父无母如何？底层见面又如何？我靠着我自己就能达到你们可望不可及的高度，等着吧，你们马上就会羞愧的无底，为你们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还在做梦呢，我羞愧。现在场上里子和面子都丢了的是你呀！现场谁不知道，你就是个农村的乞丐，社会底层的渣子。行了嘛，多说无益，我现在就踹了谁，将他扫地出门。我不接受。怎么后悔了？迟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今天是我踹了你，而不是你踹了我。李珊珊，你已经被我踢出局了。还有，如果你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东西，你一定会肝肠寸断，追悔莫及。该肝肠寸断、后悔莫及的人是你。等会儿真正的新娘就要来，我会为她献上最尊贵的宝物，以及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至于你们，赶紧滚！新娘，最珍贵的宝物，你的新娘不会就是门口村口那个翠花？哎，宝物就是后院的几块良田吧？就你这样的，狗见了都得摇头。行了行了，今天的乐子我已经看够了，保安，赶紧把这个垃圾给我扔出去，别脏了我的眼！保安，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这种人简直拉低我们云上阁的档次，跟这种人站在一起，真丢我们的脸。就是也摆不清自己的地位，活该！让他给我跪下！谁敢动他？我叶青池未婚夫，谁敢无礼？我叶青池未婚夫，谁敢无礼？叶氏总裁叶青芷携价值10亿现金求嫁沈先生。
叶氏总裁叶金子携价值100亿黄金求嫁沈先生。叶氏总裁叶青芷携1000亿资产求嫁沈先生。新郎说的竟然是真的，新娘居然真的另有其人，还是叶氏总裁叶青芷。这么多钞票，这么多金条，这么多资产，打脸，这才真正的打脸。不服马上打回去啊！刚刚有多不可一世，现在又有多狼狈不堪。魏云长河就是叶氏的，那我当老板不就变成他了吗？那我刚才对他做的事儿，沈先生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我当然愿意。你不在意我的身份，当众求婚，把所有的家产都托付于我，自然不可能让你失望，还要让你做全世界最幸福的你。好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老公。虚不虚伪啊你们？还真以为自己是脑残短剧的主演，表面上是普普通通的外卖员，实际上是身价1000亿的总裁，整天扮演着扮猪吃虎的戏。别演了，回归现实，阶层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不是靠演戏就能实现阶层跨越的。我在演戏，难道不是吗？不是做戏，谁会看上一个底层垃圾？论做戏的话，还是你们俩厉害一点。为了你们俩的公司，我累得脚不沾地。一个是我的未婚妻，一个是我曾经最好的兄弟。你们2个人早就背着我搞在一起了。什么叫早就搞在一起了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承不承认没关系，我有图有真相。笑死！有图有真相，你怎么尽在这胡说八道呢？李珊珊，我念我曾经对你有过真感情，也把吴志成当过亲兄弟。你们俩如果愿意下跪求饶，我可以网开一面，给你们留下最后的体面。你是在逗我笑吗？好啊，我笑，我求你，让我们难看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后悔了。过了今晚，你就成为别人的新娘。你每天都是我的新娘。我操，这房间太美了，我不敢看。超级福利，婚礼大礼包。我去，这李小姐和吴少爷不是标榜最纯洁的友谊吗？这私底下竟然玩得这么花，甚至还穿着婚纱呢！这你也信？男女之间哪来的纯友谊？况且这还是豪门，这豪门可真乱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闭嘴！先拍，再给我滚！再拍，小心我告你们！这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如果你们俩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让你们上头条。沈月。就算我跟志成早就搞在一起了又如何？就是个底层垃圾窝囊废，凭什么要我跟你守身如玉？做梦吧你！好一个贱民，好一个垃圾！李珊珊，你闭嘴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们2个贱人还不足以牵动我的情绪。李珊珊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我究竟是不是你救的？不然呢？对了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你车祸复明后续的疗养费用可是花了我整整50万。今天闹到这个地步，这50万必须。当初我刚复明，就立马弄丢了我的特效药，本来我1周就能好，现在不仅留下了病根，还随时可能复发。你要的50万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的特效药价值7000万，你能不能给我？什么7000多万特效药？我是弄丢过你次，但是你亲口告诉我那就是一瓶普普通通的维生素，张口就是7000万，你当我是冤大头啊？当初你家濒临破产，拿不出钱，我为了不让你担心，我才说是维生素。怎么可能？沈月，你说什么大话？你个底层垃圾，怎么可能拿到7000多万的特效药？珊珊，
他肯定在诓你。一个社会垃圾，给你10辈子也赚不来这么多钱。而我刚好和玉天集团签约了1000亿合同，你要是跪下来给我当1辈子的狗，等你眼前复发了，我会考虑治好你的狗眼。你干什么？我在看一条不知死活的白眼狼。你个死贱民！你怎么敢？我看你们都是贱到骨子里了。沈月，你敢打我？你个死贱民，你怎么敢？这就是我购买特效药的发票。不可能！你哪来的7000万？这一定是假的！别说7000万了，就算10个你，也抵不过我1根手指。这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拿得出7000多万？好，我知道。珊珊，你知道什么了？他沈玉当初就是故意装瞎，为的就是卖惨博取我同情。这发票上虽然有公章，但肯定是伪造。他跟医生串通好，想要拿捏我。好啊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阴险狡诈！好你个沈玉，在这装瞎欺骗女人的感情，你真是丢尽了我们男人的脸！分手，必须分手，而且你还得赔偿我女儿的青春损失费。原来是个骗子，这也太恶心了！遇到这种人真是晦气。沈玉，你必须赔我2000万，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2000万，你配？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当初救我的根本不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不对，你不想认账。真正救我的是我的老婆叶青芷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想装了。没错，当初救你的人确实不是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眼瞎认错了人。不对，你是故意认错。你知道我是千金大小姐，想要攀上我这根高枝，要不然你怎么会和医生串通卖惨博取我同情呢？你还真是丧良心，顶了别人的救命之恩，还倒打一耙，反咬一口。就算你把发票撕了，我也有其他的证据，不光这7000万，还有我之前送你的帝王绿翡翠手镯，你也要一并还我。你是说这鸡汤货呀？当初你给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是个不值钱的破烂，带着我都嫌掉价呢。就这绿的发假，这一看这玻璃冒仿的呀！你拿这种地摊货去充当门面，我怕被人笑掉大牙。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大白天的你狗叫什么？再说一遍，东西给我。沈玉，你还来劲儿了是吧？我女儿肯带这个假货，那是给你脸了。你在这儿狗叫什么？这手镯颜色看着挺不错的，光泽也挺好的，这难道真的是假的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像他手上戴的这种纯净无瑕、饱和度这么高的顶级帝王绿翡翠手镯，如果是真的，那就算是有钱也买不到。你说他会这么平白无故的出现在一个穷小子身上吗？这人不仅装瞎欺骗感情，还拿个假镯子忽悠人，真是一点底线都没有。既然你这么想要这个破烂，我给你就是。季珊珊，你怎么敢？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，反正也是个假货，碎了正好，省得你总拿这个破烂来讹人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一看就是假货嘛！啊，这么不气帅？这样吧，我替珊珊来赔偿你吧，我看看20块，应该够了吧？好。我花了9位数买的绿翡翠手镯，你们10条命也不够。既然你们不认，那我们就让警察来说。沈玉，你他妈今天敢3番5次的打我！你这个贱民，动手打人，你还报警？我看你是疯了！我倒要看看，等会儿警察到了，到底抓谁？啊！死哪儿去了？还不赶紧把这个骗子给我抓起来，不能让他牢底坐穿！来人，
给我把他按住！谁要是按住他，我奖励1000万，让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吴总，真的吗？老子今天要亲手打断他的腿，看他怎么嚣张！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哎呀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夜市总裁，少多管闲事，小心引火上身。如果真是夜市总裁结婚，那一定是满城皆知。夜市总裁身份高贵，怎么可能看上你这个一无所有的废物？我就是夜市总裁叶青池。我看你是入戏太深，你眼疯了！告诉你，我们这家店就是叶家的，我现在就给我们主管打电话，当场拆穿你。打！现在就打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喂，崔主管，我想问您件事儿。说。是这样，咱们夜市的总裁是不是跟一个穷小子在一起了？还有，他今天就要给那个穷小子求婚。怎么可能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总裁日理万机，还是单身，什么穷小子？别乱说啊！况且我们夫人有意让总裁和益田集团联姻，别坏了我们总裁的信誉。不是，在下知道了。哦，抱歉，我也是被骗了。听到了吧？咱们夜市总裁根本就是单身，你就是假总裁，你们全部都是演员。你说我是在演戏？你的脑回路真是清奇。你要是真总裁，那我求求你现在就开除我。你要是今天开除了我现在就给你跪下磕头，还叫你姑奶奶。你既然这么想磕头，那我等下成全你一下这个心愿。等下你慢慢磕，慢慢叫，我等着呢。崔人，10分钟之内给我开除109号云上阁大堂经理，他不长眼，冲撞了。10分钟之内给我开除109号云上阁大堂经理，他不长眼，冲撞了。还真他妈敬业呀！这骗财做足了准备，连云上阁总管叫什么名都提前打听好了。你有这个精力，不放在正道上，净坑蒙拐骗是吧？是不是在骗你？你待会就知道了。哎呦，你演的还真卖力呀！他究竟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么卖力的演呢？啊？我倒是挺佩服你的，长得这么漂亮，就这么一个我不要的垃圾废物，还愿意陪他演这么一大出戏。你不要的，李珊珊，是我串了你。你串了我？沈月，你不过就是装不下去吧？昨天晚上看到我和志成这么亲热，你内心一定很犟。现在摊牌，不过是因为知道自己争不过了。好了，沈月，你就别吹牛逼了，毕竟吹牛也不犯法。现在女人、事业你都没有，你活成这样多窝囊呀！一个只能靠卖惨来吸引我女儿注意力的人，也就只能做些无谓的挣扎，来满足你那可怜的自尊心了。卖惨，你们也就成嘴上功夫。当你们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时候，惨的就是你们。还有帝王绿翡翠手镯的事情，不会放过你。你的真实身份我知道了，你那早死的爹妈可能在乡下还给你留了几亩破田吧。我说你怎么还在提那破手镯？我不是已经赔给你了？20块不够啊！与其在这讹我吧，还不如去天桥底下要饭去。沈月，你今天搞了这么大阵仗，怎么没人来给你捧场啊？这可是夜市总裁向你求婚呐！你怎么不给自己整一个龙傲天的身份啊？你怎么不给自己整一个龙傲天的身份啊？是，我是你们口中的底层人，没有家族托举，没有背景，但是我自己就是背景，还自己就是背景，没有镜子总有尿吧？能不能照照？和这种底层人就是沟通不了，和他说话都是浪费口水。青芷，我已经让人把海洋之心送了过来，等送到了，我亲手给你带上。海洋之心，沈月，你怕是电影看多了吧？我没听错吧？你刚刚说的是海洋之心？沈月，
你这花样倒是挺多呀，又是帝王绿翡翠手镯，又是海洋之心的。你不会以为靠说大话就能挽留我，让我们觉得你很有本事吧？你算他妈什么东西，也配我挽留你？只有青芷这样善良的女人，始终如一，才是我一辈子想要在一起的女人。行了，你们俩演的我都要吐了。那个谁，你不是说了10分钟之内开除我的吗？怎么我现在还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啊？这个所谓的叶总，你不是要开除他吗？怎么没有动静啊？叶总，我好怕呀！我求求你不要开除我呀！叶总，你赶紧把他开除了呀！还叶总，老子还是天王老子呢！10、9、8，哎，还是这学小朋友数数呢。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准备接电话。崔主管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什么？什么？崔主管说，我被开除了，还是叶总亲自下的命令，是真的？难道他真的是叶氏总裁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得罪了叶家，不会被报复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叶氏总裁是瞎了眼，怎么会和沈玉这种底层垃圾在一起？你们才是瞎了狗眼的垃圾，是你们的虚肤浅，让你们看不到真正美好的东西。沈玉是世界上最好的。叶总，是小的愿不是泰山冲撞了您，都是他们把我带偏的，我的本意并非如此啊！您就看在我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兢兢业业的工作，终于拿到了大堂经理这个位置，我求求您别开除我，可以吗？云上阁有你这样的大堂经理，真是耻辱，没有骨气。沈玉，你别以为攀上了叶总这么个高枝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等我们揭穿你的真面目，看叶总还会不会站在你这个废物身边。没错，不仅欺骗我们珊珊的感情，还弄个破假货来讹我们。我不信叶总会喜欢这么一个恶心的人。对，叶总，你一定是被他骗了。墙头草啊！对了，叶总，咱们叶氏的首席珠宝鉴定师罗杰女士正好就在隔壁厅参加宴会，我这就去把她叫过来。我相信她来了，一定能证明这个沈玉，她就是个骗人的。你是说有人拿地摊货装帝王绿翡翠手镯？哎，没错。你是说有人拿地摊货装帝王绿翡翠手镯？哎，没错，罗专家就是那个人。他不仅装瞎骗人感情，还要拿个破手镯来讹钱砸我们场子。竟然还敢砸我们场子？那可不是，连我们叶总裁都被他忽悠喽。他还说那个什么翡翠帝王绿手镯是我们10辈子都赚不回来的呢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顶级帝王绿翡翠手镯，没错，就是我前段时间匿名拍下的，而且今天我要把海洋之心送给我的未婚妻。海洋之心诈骗诈到我们头上来了，小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！顶级帝王绿翡翠手镯就算了，你知不知道海洋之心有多珍贵？海洋之心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，而且我听说他是一位大人物的珍藏，而你……没错，我就是那位大人物，玉天集团的掌权人。什么？你是玉天集团掌权人？你说你不要太搞笑了，你是玉天集团掌权人，你就是一个贱民，你配吗？人家那种大人物，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的词，是你这种废物能碰瓷的吗？你不会听到咱们叶家大小姐要和玉天集团联姻，你就异想正犯了，真当自己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了吧？我看待会儿咱们呀，也别送他去警察局了，直接关进精神病院吧。对了，罗专家，你赶快去看看他那个碎片，到时候人赃并获，我们就送他去吃牢饭。好。那你们可要看仔细了。
怎么样，罗专家，是不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劣质的材料？从没见过。我就说，它就不可能是真的。如果它是真的，我就把我的头拿下来当球踢。好汉，我早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没想到是这么差的。我会不会中毒啊？沈月，你别以为你是神经病，我就会放过你。你今天必须赔我2000万精神损失费，要不然我跟你没完！都闭嘴，吵什么吵？颜色纯正均匀，质地温润细腻，内部结构清晰，声音清脆悦耳。我从未见过如此顶级的帝王绿翡翠手镯，这种成色，拍卖行起步价9位数。啊，可惜了，碎成这样了，真是暴殄天物。什么？竟然是真的，还值9位数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，你会不会弄错了？就是啊，这要是真的，我们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！装，你接着装。沈月，你可以啊。他是不是也是你请过来演戏的？想拿这个假翡翠来讹我？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！你说什么？我是演员。罗小姐的身份不会错，之前在拍卖会上，我见过罗小姐，这一定错不了。我不信，他肯定是长得像罗专家，然后伪造了身份证明，一唱一和的就是想讹我们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一唱一和的就是想讹我们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就是，从小无父无母的孤儿被福利院领养长大。要不是我们，你都没资格进入到这里。你嚣张什么呀？对，他一定是撒谎。人人生而平等，出生只是人为的标签。你越是提，就说明你越在，你的内心里越自卑。张口闭口的都是贱的，最贱的就是你这张嘴。歧视？老子就歧视你这种社会底层贱民，怎么了？一辈子就被我踩在脚下，不配翻身。自诩高贵的你，却要靠着你口中的底层人来维持你高贵的身份，你不觉得很讽刺吗？哪怕我是底层人，我也可以踏到你遥不可及的高度。你让我高不可攀，就你这种社会底层垃圾，没权没势，有个屁用！这个人嘴里没一句真话，先是7000多万的特效药，又是9位数的手镯，现在呢又整了个海洋之心。沈月出车祸，脑袋都坏了。这也是你的，那也是你的，你怎么不上天呢你？沈月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要不是叶总护着你，你早就被我打断双腿跪地上当狗了。对呀，如果你真是海洋之心的主人，玉天集团的掌权人，你还用得着让别人护着你吗？也是啊，有道理啊，相当有道理。就是，他们肯定是在演戏。现在骗你的眼睛真是炉火纯青，不去演短剧可惜了呀！真是想钱想疯了，丧心病狂。老公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那海洋之心也是真的。老公，我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的，其实你没必要。青芷，我知道了，我一直也特别讨厌这种虚伪的身份。都说先敬罗衣后敬人，所以我讨厌所有人虚伪的表演，我才把助理安排在明面上。既然他们想打脸，那我就让助理来打肿他们的脸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是玉天集团实际掌权人，我们所熟知的那位只是你的助理？简直不要太好笑了，好不好？沈月，你还觉得不够丢脸吗？你要是掌权人，那我还是地球酋长呢。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一辈子只能在泥潭里打转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翻云覆雨的本事。够了，我真是忍不了了。叶心芷，我命令你马上离开这个废物，否则我让你叶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你谁啊？你要让我们叶氏消失？说到做到。我看你病得不轻，老公，你看他还敢威胁起叶氏，真是不自量力。确实不自量力。老公，他还想拆散我们可不能让他得逞。老公，你亲我一口吧。行，
你们当我不存在是吧？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喂，干爹，叶氏集团惹到我了，我让他们马上消失。我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！天哪，老公，一个靠吸兄弟血才能维持生活的白眼狼，居然想让我们叶氏在商界消失！天哪，我好怕怕。我也好怕怕，所以我会让那些张口闭口就让别人消失的人尝尝被消失的滋味。你要让我消失？我不仅要让你消失，我还要让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哦，让我后悔？后悔什么？让我这个有钱有权有美人的人后悔日子过得太舒坦了。你以为你靠的是谁呀？你不会想说是靠你扶持来的？当然，要不是商业上我替你谋划，资源上我让玉天集团给你倾斜，就你这个傻逼，你能到今天？你支持我，玉天集团听你的谋划？哎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要搞错了，你就是一个街头臭要饭的罢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志成的干爹就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。你说你装什么不好？装到本尊面前。我去，吴老板还有这么大的来头，难怪一句话就可以让4大豪门之一的叶家消失。你们俩可真有意思啊！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是你当干儿子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不是什么你认我做儿子？你个臭不要脸的，你脸偏掉地上去了你！人家沈丽那是我干爹，他认同我的商业人才啊！短短几个月，我就成了价值上亿的公司总裁。我女儿啊，就应该跟这么优秀的人在一起，不像你，使劲折腾也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你想让我当爹，我也不要你啊！还在冥顽不灵。叶青子，叶青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叶青子，叶青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叶青子，你在胡闹些什么？姐，爸妈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与玉天集团的联姻，你怎么还在做这种事儿？当众和这个野男人求婚，你要让爸妈的脸都丢光了！叶青池，你可太不像话了啊！死丫头就是个赔钱货。爸妈，我说过了，我不想和一个我连面都没有见过的陌生人结婚。况且，这个公司是我一手创立的，我为什么还要去联姻？你那个公司是要给你弟弟的，你不去联姻为你弟弟铺路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们是你爸妈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。你们有尽过一天父母的责任吗？当初你们看我是个女孩，就狠心把我抛弃在孤儿院。好在有沈玉资助，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。后来成立公司，也是得力于沈玉指导，公司才会蒸蒸日上。你们看我发达了，就找上门认回我这个女儿。这些年你们提的要求，我有哪一样没有满足吗？但这次不行，伴侣关系到我一辈子的幸福，公司关系到我一生的心血，你们想都不要想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管不了你了。嫁人的事情先放在一边，你知不知道你给公司惹了多大的祸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你得罪了吴先生，他是玉天集团掌权人的干儿子。现在好了，亲家变仇家，原来的生意黄了不说，现在他还要将我们在商圈除名。叶氏都被你给毁了，听我们的话，乖乖去联姻，才能救叶氏于水火。吴先生还在这里，你赶紧给他道歉，求他放过我们叶家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是玉天集团掌权人的干儿子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是玉天集团掌权人的干儿子？我可没他那么废物，我有的是能力和背景。看看叶青芷，我不要的垃圾，你像个宝一样捡着。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有眼光。吴先生，有事？吴先生，都是我没有教好女儿，但是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的让她给您赔罪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能不能放过我们叶家？吴先生，您气宇轩昂，又是玉天集团掌门人的干儿子，一看就是做大事的。那个贱蹄子，您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吴先生，只要你能放过我们，你要说什么，我们绝对不说半个不字。
行，我也不为难你们，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。等等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们一定做到。你们的女儿帮助那个废物和我作对，只要让你女儿马上离开他，并且让他给我跪下来认错，打断他的双腿，我就可以饶你们这一次。好，真不愧是玉田集团掌权人的干儿子啊，就是不一样，有如此容人之量。叶青植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吴先生都说愿意给我们机会了，还不快率着这个社会底层人，然后给吴先生道歉！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沈玉啊，沈玉，像你这种社会臭虫，我都不需要亲自动手。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沈玉啊，沈玉，像你这种社会臭虫，我都不需要亲自动手。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胆子，敢得罪吴先生！你现在跟我求饶，我还能给你个痛快。弟弟，你要干什么？滚开，贱女人！你还护着他，你这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？找死！那我来跟你试一试，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你。你放肆！你们全部给我悔后青植的家人，定要让你们万劫不复！没事吧？我认定了你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都会嫁给你，绝不改变。患难见真情，千之羽，我一定会把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亲自给你带上。好，不，你说的是那20几块钱的假手镯，还是所谓的海洋之心？沈月，你真是一如既往的令我感到恶心。你甚至不惜装瞎来骗取珊珊的感情，真是恶心死了！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到底是谁在装？等我的助理来了，就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。还助理呢？哎，你乞丐那助理那也是小乞丐。哎，你这种社会臭虫，我看今天谁来救你？叶青子，你别在这丢人了，赶紧给我回去！吴先生，该日一定登门道歉。我先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人给处理了，对吗？我不。叶青子，你别在这丢人了，赶紧给我回去！我不。你们谁想动他，得先过了我这关。你这个穷小子，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的女儿也是你能碰的？真是没有自知之明。像你这种软饭男，我见多了。天天想他怎么傍上富婆，一飞冲天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什么德行？真是一群井底之蛙。我就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。什么？你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？我的天哪，你个神经病吧！原来是个神经病，还玉天集团掌权人？你问问掌权人那干儿子，他认不认？沈月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整活了，惹得大家笑话。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种人，真是令人作呕。哎，沈月，你不是说要送他一个海洋之心吗？嘿，之前整了那么一个破烂，我看看现在你要整出怎么一个垃圾出来，好让大伙儿见识见识。之前手镯就搞个破地摊货，还整个拖一起吹。这次的海洋之心不会是塑料的吧？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仔细了。沈月，你这是请了多少人来陪你演戏啊？啊，海洋之心，那可是玉天集团掌权人的私藏，你确定你能拿回来吗？我可是跟着干爹亲眼见过。你竟然打着玉天集团的名义在这里搞坑蒙拐骗，要是得罪了玉天集团，可就不是断腿这么简单的事儿了。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沈玉，你还真是没脸没皮呀！我本以为你会拿个塑料道具来骗，没想到直接整团空气忽悠啊！笑死个人了，这不是皇帝的新装吗？我都替你害臊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把这个神经病关到精神病院去！
不，这是最高级别的展台，采用了最先进的防盗防窥技术，不打开是看不见藏品的，只有用特殊的金卡才能打开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不过这个金卡，全世界只有一张，在我干爹手上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也有金卡？不是沈月，你能不能别演了？再演下去，我都快以为全世界都是你的了。行了，沈月，我知道你被我踹了很伤心，但没必要三番两次的装疯卖傻吧？承认自己是个没有本事的窝囊废，很难吗？老公，我真的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。天意集团，我们惹不起，我们走好不好？相信我。接着装。海洋之心特别珍贵，代表着永恒的爱。青芷，让我给你带上。好。Can you see my heart? Can you read my mind? 住进我的眼睛里，把情话温柔的。你见过如此漂亮的项链，太漂亮了吧？这真的是海洋之心吗？是真的，一定是真的。如此纯净的色泽和切割工艺，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条。这绝对不可能！沈玉他就是个底层垃圾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海洋之心？我都说了800多遍了，我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，你们怎么都不信呢？我们和你相处了3年，你什么货色，我们能不知道？老实交代，这卡是不是你偷的？是啊，3年，这3年都没把你们喂熟。够了，沈月，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沈月，这3年来，我们不嫌弃你是底层垃圾，愿意和你来往，你就应该跪在地上感恩戴德。感恩戴德？我12岁就展露了商业天赋，一手创办了我的商业帝国玉天集团。可能老天爷啊，就是看我长得太帅，过得太顺利。你们这帮狗东西，吹牛谁不会啊？我还说我在娘胎里头掌握世界了呢。你说你是玉天集团的掌权者，我还是玉天集团掌权者的干儿子呢，你信吗？你信不信？谁都不信啊！你呢？我信。我信。之前那个帝王绿翡翠手镯的价值并不比海洋之心差，能同时拥有这2样稀世珍宝，我相信这位先生就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。那你信有个屁用啊！我看你就是他请来托，一起来招摇撞骗的。待会儿警察过来，把你俩一起捉去吃牢饭去，简直不可理喻。能同时拥有这2样珍宝的人一定位高权重，你们真是有眼无珠。搁平常这样的人物，你们连远远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，还敢在这里口出狂言？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之前是我被这群乌合之众蒙蔽了，一时多有冒犯，请您见谅。没关系，至少你还能看清。先生，你有这样的实力，还能容许这群小人在你面前蹦跶，我真是替您感到气愤。这样的人就应该狠狠教训。放心吧，这些小丑蹦跶不了多久，马上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你们俩还演上瘾了是吧？啊！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脖子上的东西是摆设吗？有这样身份的人在，你们不好好讨好就算了，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，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一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。不用管他们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他们想死，让他们死好了。还好，福祸相依，这场闹剧我遇到了我这辈子的挚爱。什么狗屁挚爱，给我杀开！我和沈玉是真爱，绝不会去联姻，就算被封杀，我也有从头再来的勇气。你反了你了！他一社会底层人，能给我们几个走了彩礼啊？赶紧给我滚回去！不，我死也不会回去的。
你们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吧？我再说一遍，今天谁也别想带走我老婆。你，吴先生，你看这，哼，沈玉，你不是一直说自己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吗？我这就把干爹叫过来，让你们当面对质，好当众打你的脸。你要叫我过来打我自己的脸吗？行，现在让你嘚瑟。待会儿我干爹来了，就算你自己废了双脚跪在地上磕100个响头，我也饶不了你。干爹，这里有人胆大包天，敢打着玉天集团的名号招摇撞骗。他就在云上阁106号音乐厅，您赶紧来一趟。哼，我干爹马上就到了，你等着等死啊！好啊，我现在就让我助理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打的是谁的脸。沈烈，来一下云上阁109号。这里有人说自己是玉天集团掌权人的干儿子，我可没那么大的干儿子，你自己过来看看，打个私人飞机。你是真能装啊，还私人飞机？别逗我笑了。沈玉，你还真是一个学人精。志成打电话叫人来，你也要打电话叫人来。志成叫过来的人是来打你脸的，你呢？你能叫什么人来？不会是叫一个和你一样的贱民过来，跟你一起跪着磕头吧？没有实力还要硬装。叶青子，你怎么看上这么一个底层的垃圾？你能不能长点出息？底层人就应该夹起尾巴好好做人，非得出来丢人现眼，真是丑人多作怪啊！还好我早就跟志成在一起了，要不然这脸我可丢不起。哎呀，这明眼人啊都看得出来，我跟他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等我干爹到了，他这种底层垃圾连给我当狗的资格都没有。亲爱的，你真厉害。包的。亲爱的，刚才他们还在我们面前秀爱呢，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恩爱。沈宇，你看好了。沈玉，我劝你赶紧跪下来求求志成，说不定我们大发慈悲，留你一条贱命。2条当众发情的疯狗罢了。是谁胆大包天，打着玉天集团的旗号招摇撞骗？是谁胆大包天，打着玉天集团的旗号招摇撞骗？干爹，你终于来了。沈总您好，我是您干儿子的女朋友李珊珊。玉天集团掌权人大驾光临，真让云上阁蓬荜生辉呀！这玉天集团的掌权人就是不一样啊！这随身保镖一看就是精英中的精英，只有您这样的大人物才配得上这样的排场啊！沈总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就是向您提过联姻的新晋豪门之首叶家。干爹，就是他。就是啊，沈总，你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好歹的骗子，让他知道这玉天集团的厉害。他敢在您面前撒野，真是活腻歪了。沈总，我们都是站在您这边的，这种打着您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货色就该收拾，不然不是坏了您玉天集团的名声了吗？是啊，沈总，您一到这儿啊，整个屋子的空气都不一样了，都是贵气，不像刚刚一个底层贱货把这儿弄得一股子穷酸气儿。哼，是你打着玉天集团的旗号招摇撞骗，还欺负我的干儿子？是你打着玉天集团的旗号招摇撞骗，还欺负我的干儿子？老头儿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这种身份需要知道你是谁吗？你连我都不知道，你还冒充玉天集团的掌权人？我冒充？你是不是眼瞎呀？我这气势就是你那种穷人不长眼。真正的气势不是靠穿衣打扮，就你这个样子，也就一个暴发户，不，跟吴志成一样，一条傻狗罢了。放肆！申玉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在嘴硬，
站在你面前的，那可是玉天集团的总负责人沈丽，还敢冒充玉天集团？现在本尊都到你面前了，你的脸疼不疼啊？某些人也只能说狠话了，得罪了这样的大人物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别以为姓沈就能攀上玉天集团沈家，那我还姓尹，是秦始皇呢。沈月，哎，他的名字这么耳熟。先不管了。你这个冒牌货，还真是胆大包天。沈月，我真是佩服你的脸皮啊！你是属什么的，这么能装啊？哎，我已经把我干爹叫回来了，你去把你助理叫来呀，当面对质一下。你这种低层垃圾人，我见多了。找豪车撞死算了，开灯呢，赔点钱。兄弟，打我干爹，你他妈找死！你这个贱人，给我闭上你的狗嘴！你这个下等人，怎么敢如此嚣张？打的就是你这种目中无人、顶着别人旗号招摇撞骗的傻逼！你嘴里要是再说话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了喂狗！沈月，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你知不知道你打的是谁？这可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，你死定了！干爹，你就这样看着他撒野？赶紧叫几个人过来收拾他一顿，给我们出一口这个恶气。就是一个底层垃圾，连彩礼都给不起，还想娶我女儿？我呸！这是癞蛤蟆装青蛙，长得丑还玩得花。臭小子，你绝对是在自寻死路！玉天集团不会放过你。没错，沈总一句话就能让你从这个城市消失。哼，沈月，我劝你赶紧跪下来给我们磕头，祈求我们的原谅。要我凭空消失，就凭你们这些废物！干爹，他还在调戏我们，赶紧找人过来把他剁了喂狗！吴志成，要不是我，你这个傻逼能有今天？你给我铺路？你什么时候轮到你给我铺路了？丢人，真是太丢人了！叶青子，你和这样的底层人在一起，你是想让我们叶家成为全城的笑柄吗？丢人，真是太丢人了！叶青子，你和这样的底层人在一起，你是想让我们叶家成为全城的笑柄吗？那又如何？我心甘情愿。况且，我们不也是从底层过来的？你们是看不起自己吗？你，好了，叶伯父，消消气啊！我看你们叶氏呀，纯粹是被那个废物给连累了啊！对呀，吴先生，想让我撤回对你们叶家的封杀呢，也不是不行。真的呀，吴先生，您说，你们的女儿确实有几分姿色，性格呢，我也很喜欢，够辣，有劲儿。这个败类跟他在一起，纯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身上。哎，你们不是正好想和玉天集团联姻吗？正好啊，玉天集团掌权人正好是我干爹，我也算半个沈家的儿子，可以继续当亲家呀。啊，吴先生，你没有在开玩笑？这，赤诚，你别开这种玩笑了，我会伤心的。再说了，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一没订婚，二没结婚呢，怎么了？哎，吴志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可是踹了沈玉才跟你在一起的，也是我让沈玉挽救你公司的，你现在怎么能一脚把我踢开啊？你自己也承认了，你算计了他，今天你能算计他，明天就会算计我，老子才不会娶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在家里。玉成啊，你别冲动嘛，这够了，我没有开玩笑。现在你们女儿已经配不上我了，今日不同往日，我现在是沈丽的干儿子啊！只有叶青池这种要成为4大财阀之一的人，才能配得上我。叶伯父，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！吴先生一表人才，有魄力，有担当，还有玉天集团这个大树可靠，
将来呀，必定是人中龙凤。我姐能嫁给您，那真是最好的。我们是100个愿意。我同意这个形式。这门婚事要是成了，那真是强强联合，恭喜恭喜啊！干爹，您同意吗？我没意见。不过，干儿子，你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我看珊珊小姐眉清目秀，身段窈窕，可以娶为仙过妾。这么好的姑娘，可不能被埋没了啊！沈总，您过奖了。我看您也中气十足，英俊潇洒，看上去也就20出头吧。干爹，您胡志成，做不了你的新娘，老娘就做你的干娘。胡志成，做不了你的新娘，老娘就做你的干娘。怎么，你没有意见啊？哎呀，沈总您可太有眼光了！我女儿珊珊那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，又懂事又贴心，最会照顾人了。李小姐年轻貌美，性格风趣，跟沈总站在一起真是相映成趣，看着就让人舒服。沈总有眼光，李小姐好福气啊！对对对，你俩在一起真是郎才女貌，绝配，绝对是天作之合啊！珊珊，还不快谢谢沈总，能得沈总这样看重，那可是要好好把握机会，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呢。放心吧，妈。一群势利狗，真是恶心。你贱民说什么呢？社会底层之人在指手画脚，你就是嫉妒。我现在马上就是省份了，是你这种底层贱民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高度。就是，我们家珊珊现在可是沈总看中的人，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在这儿说三道四？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，嫉妒我们珊珊有福气，嫉妒我们攀上了玉田集团这棵大树。沈月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差距。你一辈子都只能当一个穷人，而我马上就要一步登天了。你要是识相一点，现在跪在地上磕头认错。一群跳梁小丑，可悲又可笑，笑话我已经看够了，我现在就封杀你！我现在就封杀你！封杀我？哎，刚才我说要封杀叶氏集团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帮他们呀？啊，你要真有这本事，我求你封杀呀！啊，沈烈，不用再等了，全行业彻底封杀吴志成及其名下所有相关产品。全行业封杀，你词儿倒挺多呀！嘚瑟，反正你也嘚瑟不了多久。还有你这个冒牌货，还装到正主面前来。你们这些人，伙同这个冒牌货在我面前撒野，等一会儿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绝望。真是不见棺材呀，不落泪。哼！你这条疯狗，睁开你的眼睛看了，这是什么？我给沈丽的权徽怎么在你这儿？什么？你给的权徽？真是个蠢货！权徽？这可是玉田集团掌权人的象征啊！你这种底层贱民，你也配？就是，沈总都拿出权徽了，你还不认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找茬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不知羞耻的乡巴佬！我劝你啊，还是别装了，早点道歉不就完了吗？现在沈总手上已经拿着权徽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想狡辩？你是不是嫌自己活长了呀？啊！现在知道他了，晚了，他是我的身份证明。你之前打了我，还说我冒充你的身份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哎，我说沈月，你刚才不说要封杀我的吗？哎，赶紧的呀，做出点实际行动，别光打嘴炮啊，我等不及了。这么着急啊？好啊，准备接电话，马上就满足你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吴先生，怎么了？不，我可是被玉氏集团扶持对象，怎么会有人封杀我？
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都说了，我是玉天集团掌权人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个社会底层之人，怎么可能是玉天集团掌权人？沈总就在旁边，本尊都到面前了，你还敢嘴硬？闭嘴！其实一点点的封杀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打个招呼，立刻就给你解除。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，这点风浪就吓成这样？就是，沈总的人脉广，这点小事儿，一句话的事儿。沈先生，你别担心，有沈总在，肯定没事儿。对，沈总是谁呀？玉天集团的掌权人。等沈总一句话，立马就解决了。看到了吗？我一句话的事情，你封杀黄志成又能怎么样啊？有我在，他随时都可能东山再起。倒是你说我冒充身份的时候，我还没给你算账呢。谁要找玉天集团掌权人算账？谁要找玉天集团掌权人算账？来，大家伙儿瞧瞧，这位啊，就是沈玉的助理。沈玉，这就是沈丽，穿的这么寒酸，这是故意来搞笑的吧？就是啊，看看这个沈总，再看看这个位，不就是一乞丐吗？还这么年轻，能创建玉天集团的人，怎么可能这么年轻？谁真谁假，一目了然。就是，沈玉，我劝你还是别装了，简直就是自取其辱。像你们这种底层贱民，还想装大人物？你这也演得太差了，装也不装得像一点，穿成这样，谁信你啊？人家玉天集团的沈总那可是大人物，出行必须得是豪车相送，保镖相迎，香车美女那是妙不可言呐。你这别说了，穿得这么寒酸，还沈总，连我都比不上。我看呐，他就是没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。叶庆植，就这样的人，他配得上我们叶家吗？赶紧过来 ，boss， 底层贱人就是底层贱人，你再怎么演都掩盖不了自己身上那股恶臭。我看你还是没长记性。哎呀，沈总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我有点事。哎，干爹走什么呀？这还没收拾他们呢。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哎，你让开！哎，干爹没事吧？谁养你们的自己心里没清楚啊？别说了，都被你害惨了。你打我干什么？打错人了，该打他呀！沈总，我不是故意冒充你的身份，你不是让我不是那个吴志成吗？这是他自己错了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王刚，你一个司机，我竟不知道你在外如此为人，就连玉天集团真正的掌权人，你都不放在眼里。什么？王刚？什么？他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哎，都是他们蛊惑我的。我看未必是误会，沈烈，他可有我给你的全徽。好啊，原来是你偷了全徽，看来没少打着玉天集团的名义坑蒙拐骗。来人！沈总，请你饶了我。在 boss 面前别叫我沈总，这位才是玉天集团真正的掌权人。boss，是我狗眼看人，boss，是我永远不明白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慢着 ，boss， 我就知道你会饶了我。把全徽交出来，有什么话去警察局说。boss，求求你饶了我。boss，今天不求你饶了我。现在你们知道我真实身份了。一群不长眼的井底之蛙。吴志成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喜欢你说话的样子。
你就是 boss 扶持的白眼狼，还扬言打断我的腿。哎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我的错。吴志成，我拿你当亲兄弟，挽救你的家族企业，让你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富二代变成一个身家上亿的老板，你就这么对了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的，我的问题。沈玉竟然真的是玉天集团的掌权人啊！那我们吴志成，就你那点能力，要不是我在背后给你铺路，给你资源，你能到得了今天？你为什么心里一点数都没有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了。哎，是我狼心狗肺，我不是东西，我是畜生！哎，求求你在兄弟情分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情分？你还有脸提情分？我不是东西，我不是人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真的错了呀！打断他的腿！打断他的腿！不要！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，干什么都可以。我的腿！这是你自己种下的苦果，牙打碎了，往肚子里咽。吴志成，这是你偷税漏税的证据，准备牢底坐穿的。李珊珊，你可真是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了我对女人的认知呢。不，阿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都是被吴志成这个混蛋给欺骗了。其实我心里的人一直都是你。对呀，女婿，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肯定是有感情的，对吧？珊珊她只是犯了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，你看她现在她已经改正了，你们继续在一起，让婚礼继续好不好？翻脸比翻书还快，真是一点底线都没有。珊珊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哄哄你老公！老公，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，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原谅你？我打你都觉得恶心。这些账我会跟你慢慢算。刚才打碎了我的手镯的事儿，我还没有忘了。打断了他的手。刚才打碎了我的手镯的事儿，我还没有忘了。打断了他的手。不要！沈玉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之前你出车祸，我也想救你来着，可是都被叶青芷抢先了一步。但是我也在医院里对你悉心照顾了呀。你救的，你自己好好看看吧。这就是你当年谋划那场车祸的证据。那年你们家濒临破产，得到高人指点，才知道只有我才能救你们李家。然后你就策划了一出美女救英雄的戏。等到车祸真正发生了，你又不敢上前。好在青芷救了，然后你就接替了青芷。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原来你都知道了，沈月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放了我这一次。好啊，你原谅我了。把他的手给我留下。没有手，我看你怎么乞讨。还有这个女人，一起扔到大街上要饭。带走。不，沈月，不要！你既然是玉天集团掌权人，我怎么会这么幸运？幸运的是我，不是你。青芷，你不要妄自菲薄，真诚善良的你，值得这一切。哎呦，你说这是给闹的！原来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正好现在又都是婚礼现场，你俩现在就把婚结了吧。这个婚一定要结，但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贵婿，怎么没关系？青芷是我的女儿，我肯定是你的岳父了。岳父？你们一家子吸血鬼！我现在给你们两个决定：一，50万跟青芷断绝关系；二，跟刚才那些人一样的下场，自己选。那怎么可以？才50万！我要我姐的公司！真是给你脸不要脸！
你姐自己打拼下来的公司，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？不，我们选择第一，走，快走！老婆，有老公在，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。老公 ，boss， 婚礼继续吧。好，下面我宣布婚礼开始。我是沈夫人，我是豪门太太。这不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吴少吗？现在像条死狗一样的趴在这里，今天该给老子擦鞋了！快点！你他妈皱什么眉？还嫌哥的鞋脏？当初你吴少仗着有权有势的，不把我们当人看，出了问题就拿我们去顶罪，没想到吧，落咱手里了。军人，有头快跑！管教来了，快跑！